她是中原大国公主，而他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诸侯小国国君。2009年5月，当洛阳铲挖开最后一道土层时，考古队员们都惊呆了。一位诸侯国国君的墓葬规制还不如妻子豪华，这位万千尊贵的公主为何甘愿远嫁弹丸小国？难道仅凭这一点就能在墓葬中拥有超越国君的尊荣吗？这位被史书遗忘的国君又究竟是谁？在他的身上又藏着怎样的秘密？今天就请跟随眼见古今的步伐，带您揭开2000年前这场匪夷所思的政治联姻，看小小诸侯如何在春秋时代掌握惊人的权力游戏。2009年5月的一天，山东省枣庄市徐楼村机器声轰鸣声不断，挖掘机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突然，挖掘机止步不前，现场一片安静，似乎好像挖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一些工人往下一看，一眼就看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绿油油的，似乎还有点腐蚀的痕迹。这就奇了怪了，好好的施工现场，怎么还出现了从没见过的东西？难不成他们挖出了宝贝？众人不得其解，众说纷纭，最终还是由一些有经验的工人站了出来，猜测这应该是古代的青铜器，而他们大概率是挖到了一座古代墓葬。这个结论一出，大家都坐不住了，赶紧将发现上报给领导。当地文物部门收到此消息后，枣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随即派员对这处古墓葬进行了处理。考古队员马不停蹄地赶到施工现场，生怕耽误了一点时间。可他们赶到场时，还是被在场的现象惊到了。这是因为整个墓葬已经被大型机械破坏得面目全非，根本看不出当初完整的模样。不仅整个墓室已经被破坏，就连器物箱的东北角也已遭到大型机械的损坏。工作人员倒吸一口凉气，瞬间感觉压力山大，对这座古代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工作已然刻不容缓。工作人员不敢耽误时间，墓葬的大部分空间都已经暴露在空气当中。对于此刻的他们来说，时间就是生命，越早挖掘出这个墓，才越能够进行更好的保护。经过勘探，工作人员发现这个墓葬被分为了2个独立空间，北部放棺椁，南部放器物箱。工作人员看着这样的墓葬形制，隐隐的感觉有些熟悉，好像他们曾经也挖到过类似的墓葬。无独有偶，这还真不是考古人员第一次挖到这种形式的墓葬。早在2002年，也是枣庄市，考古人员同样挖到了一座墓葬，那是一座小诸国的贵族墓地，和本次发掘到的墓葬形式基本一致，都是棺椁在北侧，器物箱在南侧。不仅如此，这座小诸国墓葬和施工意外发现的墓葬直线距离大约只有70公里，这样近的距离不免让人怀疑小诸国和现在正在发掘的这个墓葬是否有一定联系呢？考古人员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正在发掘的这座墓应该是一座东周时期的贵族墓葬。这个猜想一出，工作人员大为兴奋，这意味着他们离墓主人身份又近了一步。接下来的工作，所有人都受到鼓舞，干劲十足，希望能发现更多有用的线索。可现实狠狠泼了他们一盆冷水，原因无他，墓葬现场的破坏程度实在是过于触目惊心，这让考古人员根本无从下手啊！由于挖掘机的破坏，墓葬的墓室惨不忍睹，体无完肤，就连南部的器物箱、青铜器也几乎暴露在空气中。这对脆弱的青铜器来说，伤害是极大的。考古队长尹秀娇顾不了那么多，只能加紧挖掘工作。经过勘探，整个墓葬长约 6.3 米，宽约 5.8 米，这个规模与小诸国几座贵族墓葬大致相当，这让考古队员心中充满期待。由于墓室的上方已经被大型机械破坏，封土全然不见，考古人员只需要清理墓室底部，所以墓室的清理工作推进得很快。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考古人员并没有在墓室中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或是珍贵的文物，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为什么棺椁中任何有用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呢？难道是有盗贼洗劫一空了？还是说在早期施工的时候，
就有贪心的工人提前将墓葬中的文物搬走了吗？其实都不是，主要还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在考古界有这样一句俗语：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意思是墓葬理想的保存环境，要么是极端干燥，如沙漠，要么是极端湿润，如薄水的淤泥或深海，可以完全隔绝氧气。但是由于当地属于温带季风气候，降水集中，干湿交替，任何一切有机质的东西，包括木质的棺椁，都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而荡然无存。更何况东周时期距今早已过去了2000多年，如果棺椁里面有保存完好的骸骨，那才叫诡异。面对这样的结局，说心里不受到打击呢，肯定是假的。可这样的事实，考古人员没法改变。但好在他们还有一个器物箱，并没有进行清理。考古人员将注意力全部寄存在尚存的器物箱中，祈求那些暴露出来的青铜器能揭开墓葬中隐藏的秘密。经过测量后发现，整个器物箱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2.96 米，南北宽 1.86 米。可是由于器物箱已被机械破坏，其高度就只剩58厘米。但跟完全被破坏的墓室相比，器物箱还能有点保存，工作人员竟然感到了一丝欣慰。此时考古队员还没有想到更大的惊喜在后面等着他们。在后面的工作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上百件的青铜器。他们先是清理出一件随葬品，但观其形制，竟无一人能解释这是何物，也不知道它有何作用，只能根据它的形态特征将其命名为浮鸟雷形器。面对着陌生的器具，不少考古人员想要尽快翻阅资料，查清它的来历。可现实并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先不说青铜器暴露在外会对他们造成多大的伤害，就连考古现场周围还聚集着不少的人群。每当他们发掘出一件物品，都能引起人群的骚动。这样多的隐患都在提醒着所有人抓紧时间赶紧清理。接着考古队员又从器物箱里清理出了不少青铜器，包括盘、仪、舟等。其中一件青铜器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并让考古人员大为震惊，这就是铜舟。这个铜舟可不是一件普通的青铜器，让考古人员感到震惊并大为赞赏的，而是其制作工艺。铜舟是一件水器，其形态犹如一条船，只是多了2个提手罢了。而考古人员发现的这件铜舟，器壁厚度仅有1毫米左右，在生产技术那样落后的年代，却能有如此精湛的手艺，实在是让人大为惊叹。随着时间的流逝，考古队员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清理速度，果然又有了一件重要发现。他们又发现了一件重要的文物，这个文物叫做提炼罐。提炼罐两侧为弦环，各有一条提炼穿于其中，盖子上还有一只展翅欲飞的小鸟，造型栩栩如生。提炼罐一出，沉寂已久的考古队瞬时沸腾起来，因为提炼罐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陌生的，甚至可以说是老熟人。考古队长尹秀娇在2002年清理小诸国贵族墓葬中也发现了一件提炼罐，而他们现在发现的这件提炼罐更加的古朴原始，这就说明了他们之前的猜测是对的。这座墓葬很有可能就是东周时期的贵族墓葬，并与小诸国有一定联系。不仅如此，当初在小诸国贵族墓葬中出土提炼罐的墓主人，最终被证明是一名女性。尹秀娇据此推测，眼前的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很可能也是一名女性。那这个猜测会成真吗？接下来的考古工作给了考古人员一个肯定的答案。在后面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清理出了2件铜盒。同样的，尹秀娇对这2个铜盒感到眼熟。在之前河南侯谷堆大墓中就曾经出土过这种铜盒，铜盒里边还放有花椒。今日的我们，花椒更多的是用来作为调味品，而在2000年前，花椒却是一种香料。那什么人会用香料呢？当然是女性会使用香料，尤其是贵族女性，她们会将花椒放置闺房中，用以改善空气质量。如果说墓主人的性别基本确定为一名女性了，那这名女性她到底又是谁呢？在接下来的考古中，
一一出土的器物为我们展现出更多的线索。随着清理速度的加快，露出的器物越来越多。突然，泥土之中出现了编钟。这下考古队员一次清理出了3件钮钟和1件残碎的钹钟。编钟是一种乐器，作为礼乐制度的典型表现之一，彰显着墓主人高贵的身份。紧接着，出土的另一件青铜器更加印证了墓主人高贵的身份，这就是铜釜。铜釜是由外形大致相同的器和盖2部分组成，上下相扣，形成一个整体。这件铜釜的器盖和器身两边都各有一个兽首耳以供提拿，而粮食就放在器身之中。而且铜釜腹部还有胶体龙纹和三角形纹，整体造型对称而稳重，是古代重要的青铜礼器代表之一。看到这儿，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还没有完，后续出土的青铜器还远不止于此。之后，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了一件青铜鼎。这件青铜鼎造型端庄厚重，3只粗壮的兽蹄形鼎足稳稳支撑起大鼎。仔细端详这件青铜鼎，还能发现上面刻有盘螭纹，这些纹饰排列有序，刻画细腻。考古队长尹秀娇细细观察起铜鼎的鼎盖和内壁，这一看不要紧，竟有了重大发现，而这一发现将为墓主人身份的破解起到关键性作用。在铜鼎的鼎盖和内壁竟刻有一段铭文，铭文的内容是有阴天以唐孙宋公故，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之。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是殷商的后裔，也是宋国的国君宋公故。宋公故为3女儿做了一个分鼎，是希望他的3女儿能够健康长寿。虽然这段铭文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但信息量巨大。我们可以得知墓主人是宋国国君宋公故的女儿，这宋公故又是何许人也？根据史料记载，宋国是周王室的重要诸侯国之一，地处今天的豫鲁苏皖，也就是河南、山东、江苏、安徽4省交界地带。同时，宋国也是春秋战国时期鼎鼎有名的一代强国。宋公故，也就是宋共公，公元前588到公元前576年在位，是宋国第25位国君。现在根据铭文信息，我们已经能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了。但是考古人员之前猜测这座墓会与小诸国有关，难道这个方向是错的吗？其实不然。在出土的那段铭文里，有一个关键的字，考古人员没有试读出来。那个字是第一次出现在经文里，根本没人见过，自然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考古人员猜测，这应该与公主所嫁之人有关。那么，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君王，他的女儿又会嫁给谁呢？会是称霸一方的诸侯王吗？还是一个富可敌国的商贾呢？真相将会颠覆所有人的想象。根据以往的经验，一座墓的旁边往往还有另一座墓。尹秀娇也有同样的感觉，这座公主墓的旁边说不定还埋着她的丈夫。于是抢救性发掘的第2日，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了徐楼村。这次他们打算好好勘探这座公主墓的周边，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墓葬的痕迹。果不其然，当勘探范围扩大到墓葬南侧大约5米的位置时，异常情况出现了。正如尹秀娇猜想，一座新的墓葬出现了。为了便于区分这2座墓葬，工作人员把第1天清理的墓葬命名为 M1 号墓，新发现的这座墓命名为 M2 号墓。经过勘探， M2 号墓葬平面整体呈长方形，其面积与 M1 号墓葬相当，而且特殊的是，2座墓葬之间的距离仅有5米。2座墓形制相当，距离不过5米，看来这2座墓似乎真有什么密切关系。尹秀娇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这2座墓葬很可能是夫妻一穴合葬墓。1号墓的主人即宋国宋公故的3女儿，而2号墓大概率就是这位公主所嫁之人。那事实会是如此吗？根据勘探， M2 号墓离地表仅有60厘米，但在这之前应该是有更厚的封土层，经过几千年的地质演变与人为干扰，致使封土层只有薄薄的几十厘米。清理掉封土层后，工作人员开始动工，很快他们便发现了不少器物。最先出土的是青铜器，
这批青铜器里有兵器铜矛和剑足。正如女性喜爱用香料，那兵器一般是男性使用居多。有了这个证据，考古人员也越发相信这2座墓葬是夫妻合葬墓。和1号墓一样，2号墓也是分为了棺椁和器物箱。既然出土了兵器，那考古人员现在脚下所站的，大概率就是器物箱所在的位置。相对的，另外一边就是棺椁的位置。不同于1号墓被施工器械遭到大型破坏，2号墓保存相对完整。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特别期待2号墓能发掘出不一样的随葬品。与此同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在场的考古队友被分成了2组人，一组人负责清理器物箱，而另一组人则负责清理棺椁。2组小队同时进行工作。很快，清理棺椁的小组有了新的进展，他们发现了棺椁的痕迹。但是，由于棺椁腐烂严重，中间都已经塌陷，只在部分棺椁板上还残存有红色和黑色的修漆与彩绘，这让工作人员大失所望。棺椁腐烂如此严重，根本找不到有效线索。但好在接下来的清理中，考古人员在墓室的东北角发现了一件玉佩。这件玉佩整体呈长方形，中部开孔，正反2面均雕刻有相像的双虎纹，线条流畅，生动传神，显示出精湛的雕琢技艺。在古代，玉佩通常是随身携带在主人身上的。按理说，既然随身携带的玉佩都出现了，那墓主人的骸骨不应该就在附近了吗？然而，考古人员还是高兴得太早了，就算他们翻遍了整个墓室，都没看到一点骨骼的影子。看来墓室中是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了。事已至此，工作人员只能将目光聚焦在最后的希望，那就是器物箱上。但是，考古队员没有料到的是，在接下来的考古中，惊喜和困惑依然层出不穷。在接下来的考古中，工作人员依旧清理出了不少的青铜器。在 M2 号墓的器物箱中，首先出土的是一些铜盘和铜仪，但它们的外表看起来非常奇怪。即使是这样，依然能看出铸造工艺精湛。根据考古人员的判断，这种青铜器最起码在以往的鲁南地区很少出土。对于这个发现，考古人员都感觉到非常震惊和兴奋。当最上方的青铜兵器被提取出来后，青铜礼器不断现身。对于最有可能出现铭文的青铜鼎，考古队员更是紧盯着不放。最终，考古队员一共清理出3件铜鼎。更令人惊喜的是，其中有2件铜鼎还铸有铭文。这真是一个不小的发现。考古人员正准备高兴地研读这些铭文，可令人的头疼的问题来了。这些铭文刻的都比较浅，再加上这么多年的风化，很难看出这些铭文原来的模样。考古人员不免有些心急，急切地想知道铭文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等他们多想，棘手的问题又来了。这3件铜鼎形制不一，就像是随意拼凑的，为了凑数量而已。这明显不对劲。按理说，一个高规格的贵族墓葬，为何会出现这样匪夷所思的现象呢？随着清理进程的加快，反常的现象越来越多。2号墓清理出来的盘和仪，甚至比1号墓还要小1号。不仅如此，2号墓的青铜器明显的没有1号墓规整。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这是夫妻墓的话，难道丈夫地位还没有妻子高吗？这在封建王朝怎么可能呢？还是说这2座墓的墓主人之间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吗？考古人员不明所以，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接下来的清理工作中。连着几天的发掘，徐楼村2号墓葬的所有清理工作顺利进入到尾声。但器物箱底部陆续现身的随葬品再次出乎考古队员的意料。他们发现了一套新的青铜文物，但是又与青铜容器的外形十分不同。考古人员将它们认定为青铜工具，其中包括斧、凿、奔、锯等。但同时也有专家学者将它解读为一种礼器，并不是实际工作当中的一些器具，而是春秋战国时期战略资源占有者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整体来说，清理工作都十分顺利，但令考古人员感到遗憾的是，
这些天，他们除了不断提取器物这项成果之外，考古人员始终没有解决掉任何一个与2号墓主人身份相关的问题。尽管如此，他们也只能将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希望最终寄托于后续的文物整理和研究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铜鼎中的铭文，尤其是1号墓中那个不曾解读出的铭文。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等他们试读出那个字时，足足花了4年的时间。2013年，清华大学赵平安教授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1号墓中没有被试读出的那个字，应该是朱分三国那个烂国的烂字。这个观点一出，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考古人员最终根据已有的铭文，发掘墓葬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古代文献的记载，以及上个世纪30年代王献堂先生考证的朱分三国的疆域图等等，最终确认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了一个点，那就是烂国。由于烂国在史书上的记载甚少，目前学术界所认可的便是徐楼村东周贵族墓葬所在地，就是烂国的首都所在，其他的便一无所知了。那这个公主嫁给的是烂国的何许人也？烂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作为中原大国的公主，为何要远嫁弹丸小国？但是就只根据目前已知的线索，根本无法考证以上问题的答案。这时考古人员不禁细细思索起来，是否有遗漏的线索？你别说，还真有。考古队员当初在 M1 号墓清理出了一件残碎的帛钟，在这件帛钟上就有一段铭文被他们所遗忘。正是这句铭文点明了 M1 号墓墓主人与 M2 号墓墓主人间的关系。这句铭文便是烂夫人俑。根据周礼记载，天子之妃叫后，诸侯的配偶才叫夫人，意思就是宋公固的3女儿应该是嫁给了当时烂国的某一位国君。那这位国君究竟是谁呢？会不会就是 M2 号墓葬的墓主人呢？线索依然在铭文上。经过多年的修复和整理， M2 号墓的青铜鼎终于展现出了最初的大致模样。3只十分修长的鼎足托起宽大的鼎身，对比明显，颇具设计感。鼎身腹部斜收，上面是有盘螭纹，鼎足根部同样是有精美的纹饰。最为重要的是，考古人员经过修理整复，青铜鼎内壁的铭文也终于被试读出来了。铭文的内容是：为正月初吉日丁亥，烂公遗之于其藏金，用铸其篡遗鼎。意思是正月初吉日丁亥的时候，烂公名叫遗之，他用收藏的贵重的金，所谓的金就是青铜的原材料，铸造了一个用于煮饭的鼎。这句话直接点出了 M2 号墓主人的身份，他是烂国的国君遗之。但可惜的是，史书上关于烂国的记载少之又少，对于这位烂国国君遗之，考古人员也难以找到准确的记载。但好在根据青铜器上的铭文信息，考古队员终于清楚地知道了2座墓墓主人的身份。原来这2座墓是夫妻一穴合葬墓。M1 号墓的墓主人是来自于春秋中晚期中原诸侯大国宋国宋公固的3女儿，而 M2 号墓的墓主人是烂国的国君遗之，也是 M1 号墓主人丈夫。这个结论一出，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诸侯小国浮出水面。历史上曾经出现过4上12诸侯国，这些国家都是些中小国家，主要分布在泗水流域，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的4省交界地带。春秋时期4上12诸侯国曾经有过强盛阶段，然而他们大多处于征战之地，发展范围有限，在战国时期开始衰落，并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就被齐楚的大国吞并。烂国也是如此，烂国同宋国相近，在那个诸侯争霸、相互吞并的时代，一个国家只有不断地同周边国家打好关系，才能延缓被灭亡的脚步。宋国更是如此，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须与周边所有的大小国家搞好关系。泗水流域上所谓的12诸侯，便是通过这种联姻的关系来牢牢地形成一个战略同盟。这也就是为什么宋公固会将3女儿下嫁到烂国，说到底也是为了现实利益，实现政治联姻罢了。
那 M1 号墓的随葬品规格差异高于 M2 号墓，仅仅只是因为宋公公的3女儿是下嫁，地位高于国君吗？其实主要缘由不在此。东夷地区的国家，他们既想遵从周礼，又想拥有自己的特色，在这样两难的情况下，就会做出一些看似不合乎规矩又合乎规制的事。烂国国小示威，国君配3个铜鼎是合乎规矩的，但是又想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才会做出这样看似奇特的陪葬品。当考古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拂去最后一层泥土，一段被历史彻底遗忘的往事，终于在2000多年后重见天日。史书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烂国，因为这座特殊的夫妻合葬墓，终于从冰冷的字符变成了一个鲜活有温度的故事。陪葬品的差异，展现的是一位大国公主远嫁他乡的特殊身份，也能窥见一个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智慧。每一件青铜器都不再是冰冷的文物，而是我们解读古人思想、情感与制度的钥匙。烂国夫妻墓的发现告诉我们，历史的博大与辉煌，不仅属于那些名垂青史的王朝与帝王，也同样属于这些寂寂无闻却同样努力生存过的古老邦国。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变得更加完整和立体。每一次发掘研究，都是在修复我们与过去之间的桥梁，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自己从何而来。好啦，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点个赞。下期视频眼见古今将会为您呈现更多精彩有趣的考古故事。